婆婆骂我亲儿子是拖油瓶，不配花1分钱，却转头逼我给她宝贝孙子买2000块的羽绒服。我刚准备挂断电话，婆婆尖锐的声音再次从手机里传来：“乔欣，你个丧门星，敢挂我电话！2000块的羽绒服你到底买不买？给句痛快话，不买我就撞死在你家门口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活活逼死了亲婆婆。”我刚把电动车停在幼儿园门口的接送区，周围是接孩子的家长和车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妈，2000块的羽绒服。婆婆直接打断我的话：“嫌贵，你也有脸嫌贵？你双11自己抢了2件衣服，订单号我都有。”我浑身一僵，握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。婆婆继续在电话里咆哮：“用不用我给你念念收货地址，提醒你钱都花到哪个野种身上去了？”我眼神里闪过震惊：“妈，你查我？我查你怎么了？我替我孙子盯着点，不行吗？大福可是周家的长孙，是传宗接代的根，你那儿子算什么东西？”绿灯亮了，后面的车按响喇叭，我耳朵里嗡嗡响，什么都听不清。婆婆声音陡然拔高：“今天之内，你必须给大福下单2300那款波司登的，加后偿款。你要是不买，我现在就给你大哥打电话。”我挂断电话，手还在抖，眼神茫然地看着前方的车流。回到家，我把手机充上电，开机，屏幕上跳出几10个未接来电提示，手机卡了半分钟。我点开婆婆的语音，一条接一条：“乔欣，你关机是吧？行，你有种没良心的！大福可是周家唯一的孙子，你儿子算什么东西？你姓乔，你儿子也姓乔，跟我们周家有什么关系？2300的羽绒服，你今天必须买，不买我就去你们幼儿园门口闹。”大哥的语音传来：“乔欣，妈给我打电话了，你怎么回事？大福在你们家，你就这么对他？1000块1个月少过你吗？”大嫂的语音紧随其后：“乔欣，你还有脸打电话来？我儿子要穿2300的羽绒服，怎么了？他可是周家的长孙，你要是敢不买，我现在就让我妈去把孩子接走。”我的手抖得握不住手机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安安不知道什么时候跑过来，仰着小脸看着我：“妈妈，你哭了？”我低头看她，她穿着那件袖口短了1截的旧棉袄，脸上还带着从幼儿园回来的灰。我蹲下来抱住她，妈妈没哭，眼泪却掉下来，砸在她肩膀上。电话又响了，是大嫂。我接起电话，声音平静的出奇：“大嫂，大福的羽绒服我不买。”“你说什么？”“我说我不买，你儿子金贵，你接回去自己养，1000块1个月，你自己留着，给你儿子买2300的羽绒服，买13000的都行。”“乔欣，你疯了！”我看着安安蹲在地上，笨拙地往书包里塞玩具。“我没疯，大福是你们的心肝宝贝，安安是我儿子，从今天起，我只管我儿子。”不等大嫂说完最后一个字，我直接摁断了电话。安安换了拖鞋跑过来，看见我在哭，吓住了。“妈妈，你怎么了？”我蹲下来抱住她：“没事，妈妈没事。”我的回忆闪过眼前，饭桌上永远摆着2个辣菜，1个不辣的菜。安安每次吃饭都辣得喝水，玩具堆里8成是变形金刚。安安在角落里玩那个掉了1个轮子的小破车。买水果永远先紧着大福爱吃的草莓。我把淘宝购物车的截屏发给大嫂：“大嫂，孩子的衣服我已经挑选好了，等双11当天有折扣就付款。羽绒服我做了功课，选的牌子又轻又暖和，不比2、3千的差。孩子1年穿1个头，今年买了，明年就穿不了了，买太贵不值得。”大嫂秒回复：“我儿子值得最好的。”我盯着这7个字盯了很久。安安在旁边扯我的衣角：“妈妈，我饿了。”我抹了把脸，走向厨房。炒菜的时候，我又给婆婆打过去。电话接通后，婆婆阴阳怪气的声音传过来：“哟，我正要联系殡仪馆呢，死人复活了。”我握着锅铲的手一紧：“妈，别这样说话，你教训我？你拿着我2个儿子的钱，光知道自己穿金戴银，你那一套2、3千的化妆品，我可都看见了。给自己买化妆品舍得，给我孙子买羽绒服就要考虑。”我想解释那是去年双11囤的，用了1年，可婆婆根本不给我开口的机会。我忽然觉得累了。妈，羽绒服我会买的。挂了电话，我看着锅里糊了的菜，把头埋进膝盖里，无声地哭。安安不知什么时候走到我身边，小手摸着我的头发：“妈妈，别哭，安安不吃草莓了，安安什么都不要。”我抬起头，看着她那张懂事的小脸，眼泪流得更凶了。晚上周薇回来，我没提这事，她也没问，径直坐在沙发上看手机。我收拾碗筷的时候，
大嫂发了一条朋友圈，有些人啊，拿着别人的钱养着自己的孩子，还觉得委屈了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可有些人心是铁长的。配了一张大福的照片。我把手机扣在桌上，继续洗碗。双11凌晨，我蹲在0点抢那件3200的羽绒服，付款的时候手指都在抖，够我们家1个月的菜钱了。羽绒服到货那天，大福穿上就不肯脱，在镜子前转来转去。我同学说了，这个牌子的衣服最贵，只有有钱人才穿得起。安安站在旁边，眼巴巴地看着，她身上穿着去年买的打折款，199。周末，我带2个孩子逛超市，大福一进玩具区就走不动了，抱着一个变形金刚不撒手。安安看中了一辆玩具遥控车，变形金刚398，遥控车128，兜里只剩500块，下周的菜钱还指着他。宝宝，家里你的玩具够多了，这次我们就不买了好不好？等下次妈妈发了工资再给你买。安安没哭，可是哥哥都有。哼，我花的是我妈妈的钱，你妈妈有钱吗？他得意地哼了一声，提着变形金刚从我儿子身边走过。要不是我妈妈，你妈妈连1个月1000块都没有，穷鬼。我揽住安安，宝宝，你还有妈妈？安安没说话，只是把脸埋进我衣服里。他的肩膀在抖，可他没有哭出声。晚上回去取了快递，2人换上衣服，又像没事发生过一样，一起玩玩具看电视。我坐在旁边看着他们，目光落在侄子身上那件2、3千的衣服，又看看安安身上的旧衣服，心里堵得慌。周薇进门的时候，我正在叠衣服，他脸色阴沉，把公文包往沙发上一摔。你要把大福送到妈家养？什么？妈说你嫌大福碍事，要把他接走。你整天没事干，连2个孩子都带不过来。我娶你不是让你吃干饭的。我的火气噌地窜上来。周薇，你睁开眼看看，你以为家里卫生是自动打扫的？饭是自动上桌的，你的脏衣服是自动洗好叠好放进柜子里的。你侄子住在家里，还不是我在管。3200的羽绒服我买了，你儿子都还没有。周薇皱着眉，语气平淡的让我发疯。我不是要赚钱吗？我和大哥都给你钱了，你还想怎样？你1个月给2000，你哥给1000，3000块。你去问问你同事，谁家3000块过1个月？2个孩子，3线城市，1个月开销3000，你还嫌花得多？周薇看着我，冷冷扔下一句：不想过就离婚。他怎么会这么轻易说出离婚？周薇，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？他避开我的视线没说话。这时儿童房传来一阵尖叫，你儿子和你一样吵吗？我冲进儿童房，眼前的场景让我愣住了。大福抱着我的腿，委屈的也要哭。叔叔，我爸妈真的不要我了吗？他说我爸妈不要我了。儿子站在旁边，满脸是泪，张着嘴却发不出声音。周薇跟进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吼。你说的。安安吓得一激灵，可就是发不出声。说话。儿子更加说不出话，只能拼命摇头，眼泪糊了满脸。我走过去抱住儿子。你干什么？儿子一哭就说不出话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都是你惯的，一点都不像个男孩。像不像男孩也是你儿子，你说到底怎么回事？儿子张了张嘴，还是发不出声。他想要穿我的新衣服，我说不行，他就说我爸妈不要我了。安安，你说了吗？儿子拼命摇头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。说话，你倒是说话。越推他越说不出话，只会哭。周薇站在旁边冷眼看着，好像在看一场与他无关的戏。儿子突然爆发，哭得一抽一抽地。我没有说，我只是想试试他的衣服，没有想要。你没给他买？买了。安安乖，妈妈不是也给你买了羽绒服？可我没有穿过3000多的，我想试试，暖不暖和？周薇炸了。乔西，一件羽绒服3000多，不过日子了。是你妈要求的，她打电话让我给你侄子买，不买就闹。我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，把通话记录翻出来给他看。周薇阴沉着脸，无话可说。我告诉你，这钱你大哥可没说给。不给就不给，又不是外人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我教你的东西都喂狗了。儿子忽然抬起头，睁着水盈盈的眼睛。我不是你们的亲儿子吗？这句话像一把刀扎进我心里。儿子哭着跑出去。周薇，让你妈来把你侄子接走，我不伺候了。那晚的争吵持续到凌晨2点。周薇冷着一张脸，怪我买3000多的衣服不跟他商量，怪我区别对待2个孩子。我说他要赚得多，我至于只买1件吗？他说我不赚钱。周薇，打电话让你妈把孩子接走，我明天出去找工作。就你大专文凭，1个月赚2、3千，够干什么的？你就在家给我带孩子。我不带，你不是说我吃白饭不赚钱吗？我明天就出去赚钱，孩子谁爱管谁管。我先回娘家住，没找到工作我不会回来。谁管你？
我去找儿子，你要跟我回外婆家吗？那我们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回答不上来。我不走，我要留在这。你要走就走，我儿子不准带走。行，我回屋收拾了几件衣服，提上就走。找不到工作别哭着回来找我。出了门，我才发现自己浑身都在抖。回娘家第一天，我妈看见我提着包回来，脸色就不太好看。又吵架了。我嗯了一声，不想多说。周薇呢？在家。你回来干什么？找工作。我妈叹了口气，没再说什么。周薇倒是积极，一天发3次照片，家里有多整洁干净，饭菜有多好吃。小心，不是离了你就不过日子了，你没那么重要。我憋着一口气，更加卖力的找工作，但一天天过去，合适的找不到。3线城市，大专文凭，已婚已育，这些标签加在一起，投出去的简历石沉大海。我妈开始劝我回去。欣欣，妈知道你争一口气，但咱也得面对现实。趁着出来时间不长，你还能回去，夫妻过日子哪能这么较真？听妈的，回去吧。哥哥嫂嫂家你也不能常待。我听出他话里的意思，拿起包，不找到工作我不回去，麻烦我出去住就是了。武器出了门，夜风一吹，才发现今晚好冷，可我无处可去。我身上揣着200块，一天的房费都不够。这时，周薇发来一张照片，3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岁月静好的样子。后悔吗？道歉就让你回来。我不后悔了，这口气必须争。我不再执着坐办公室，第2天就在一家便利店找到了收银员的工作，试用期2200，转正2500，2班倒，不管吃住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经过几天锻炼，我很快就适应了。老板看我勤快，又知道我租不起房子，允许我暂时住在店里储物间，有张折叠床，凑合能睡。转眼过了半个月，周薇忽然给我赚了1万块钱。老婆，拿着买几件衣服，想吃什么就吃，晚上下班我去接你回家。我很高兴，早早收拾好东西等着他来。他来的准时，还带了一束花。结婚这么多年，第一次收到花。我接过花的时候，心里甜的不行。回去的路上，我高兴的跟周薇分享工作的事。老公，以后我也能跟你分担一些了，1个月2500，够1个月的买菜钱了。我们老板人也很好，每年涨200，节假日还有福利，干满1年有年终奖，虽然不多，但也是个意思。小心把工作辞了。为什么？我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，我不会辞的。他没说话，启动了车子。这时候我才发现，这根本不是回家的路。周薇，我们这是去哪儿？他不说话，车子越开越快，后面响起警笛声。我喊他，他充耳不闻，眼睛红得像要滴血。前方拐弯处突然冲出来一辆车，我尖叫起来：“周薇，车！”我下意识用手抱住头，刺啦一声巨响，然后响起粗重的呼吸声。你怎么了？小心，我妈住院了，都是你害的。你要不做，她也不用去照顾孩子；不照顾孩子，她也不会拖地摔倒。她摔断了腿，躺在床上动不了，还在想着你，想着孩子。你呢，只想自己，你根本就没有家庭，真以为有了工作，人家就能高看你一眼？做梦！一个破收银员，说出去都丢人。我崩溃的尖叫，看着他愤怒又鄙夷的眼神，我简直要疯掉，像个泼妇一样扑上去厮打他。他啪的一巴掌扇过来，我嘴里立刻尝到血腥味。你这个疯女人！我再次扑上去，他掐住我的脖子，他起了杀心，是真的想杀我。我用力想掰开他的手，我想我就要死了。意识涣散时，耳边似乎传来警笛声，再次醒来，是在家里，可门打不开了。周薇，你在外面吗？开门，把门打开。周薇，你想干什么？开门啊！不管我怎么喊，外面都没有回应。我找手机找不到，一定是周薇拿走了。我烦躁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。18层的主卧，窗户封死了，门从外面锁着，我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。突然外面有响声，我扑到门边。谁在外面？安安。大福，是你们吗？安安，给妈妈开门好不好？喊破了嗓子也没人应，我疯了。周薇，你个王八蛋，你们一家都是畜生，你们都欺负我！我发了疯一样大喊大叫，终于把周薇引过来，隔着门板。小心，你敢再大喊大叫，就不是光关着这么简单了。你这是求见，我要报警！他根本不怕，这里是18层，我没有手机，窗户封死，门打不开。小心，什么时候听话，我什么时候放你出来。我以为关着只是关着，却没想到他连饭都不给。第1天没人送饭，第2天没人送饭，第3天还是没人。我想到了求饶，我跪在门边，对着门磕头。周薇，求求你放我出去，求求你给我口吃的。我听不到。我更加用力的磕头，头磕破了，血顺着额头流下来，声音在房间里阵阵回荡。我听不到。我拉开窗帘，想一跃而下，窗户被钉死了，我活成了一个笑话。短短7年，只有7年啊！我和周薇中学就认识了，高考时他说不想跟我分开，明明可以读重点大学的我，报了大专，还跟父母决裂。大学4年，像是每一天都泡在蜜罐里。毕业前夕，我答应了他的求婚，毕业后火速结婚生子，我连工作都没找。他说他养我，他赚4000，给2000，转8000，给2000，后来赚12000，还是不知过了几天，光透进来的那一刻，我以为得救了。妈妈，吃饭。安安，快帮妈妈打电话给姥姥。儿子，你怎么了？帮妈妈打电话好不好？你不是我妈妈，你只喜欢大福，不喜欢我。我想起怀胎10月受的苦，他早产，我日日去医院照顾他，家里条件有限，也要给他最好的，真是跟他爸一样无情无义。
没良心的种，我真后悔生了你。儿子嚎啕大哭，可我停不下来，所有的委屈、愤怒、绝望全都化成恶毒的话。咚的一声响，我还没看清是谁，头发就被揪住了，然后我像个垃圾一样被拖出去，如雨般的疼痛砸在身上，可我感受不到一点疼，我只死死盯着那扇门。别打死了，我不会死的，他们都没死，我凭什么死？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力气，我撞倒周薇，冲进厨房，我握着一把菜刀乱挥，他们面目狰狞，用尽污言秽语骂我，却进不了我的身，我像个疯子一样挥刀乱砍，扬言要砍死他们。我跑了出去，邻居从电梯里出来，你怎么了？帮我报警，求你了！周薇追出来拦住我，顺手夺走菜刀。抱歉，王姐，我们夫妻吵架激烈了点，不麻烦你了。王姐，救我！老婆，我们回去吧。安安说她饿了。他在用孩子威胁我，我不能回去。王姐，救我！抱歉，你们夫妻间的事我也管不了。眼看就要回到狼窝，邻居家的门忽然又打开了，我叫了物业上来。我攒着一口气挣脱他，连滚带爬往电梯跑。周薇追上来，挥舞着菜刀。原来这个视角下菜刀这么可怕，不知道撞上去会不会死。我迎面撞上去，叮的一声，电梯门开了，出来好几个人。他们看见我满身是血，吓破了胆，害怕的拿出手机报警。警察来了。这几天像做了一场梦，梦醒后我看见了父母，我抱住我妈哭，没事了，都没事了。我说要报警，报警太难看了。欣欣，他们去给我讨公道。我不想面对那家人，躲在家里没去。晚上爸妈回来了，欣欣，先在家里住下吧。我包揽了所有家务，把自己累得没空想别的。周薇每天打电话来道歉，说要接我回去。我很害怕父母同意，但好在他们是爱我的。不久后，周薇忽然提着东西上门，我一见到她就浑身发抖。过了半小时，他把我推到周薇身边，欣欣，跟周薇回家好好过日子，别再吵架了。妈，他把我关在房间里，不给饭吃，差点打死我。你不让我报警就算了，还让我跟他回去。夫妻哪有不吵架的？周薇年轻，冲动了点。他跟你爸保证了，以后不会再关你了。不是妈说你脾气也不好，跟自家男人说话别太硬气。你们都好好的啊。我爸最疼我。爸，他端起茶杯抿着茶，不看我。我不相信，又喊了一声：欣欣，回去吧，别再欺负我闺女，再有下次我就不客气了。还有你那个妈，我知道的，爸，您放心，我跟欣欣中学就在一起，这么多年您都看着。他握住我的手，眼里的温柔真真切切。父母满意地点点头，在家里吃个饭再走吧。不了，我妈做好饭在家里等着呢。我甩开他的手，往最近的卧室奔去。嫂子出现在门口，挡住了我。欣欣呀，你不跟你老公回家去吗？嫂子，我不能回去，周薇会打死我的。哦，是吗？可是你不跟周薇回去，我怎么买学区房呢？你什么意思？周薇答应了爸，只要你回去，他就把陪嫁钱退回来。这钱爸说刚好够学区房的首付，所以欣欣呀，你不能不回去。那天他们去找周薇，是去谈价格的。他们或许爱我，但小事爱我，大事爱哥哥。欣欣，我保证再也不跟你吵架了。迷迷糊糊，我又回到了18层地狱。婆婆伤了腿，只能住在家里。大福也住在家里。周末，大福的父母打电话来说下周要回来看大福。婆婆喜不胜收，这就是偏心。周来喜夫妻在深圳工厂打工，每个月两人加起来不到1万5。可就算这样，婆婆也觉得他们能干，放个屁都是香的。临近中午，他们打电话来，婆婆高兴的差点从轮椅上站起来。还得是我大儿子儿媳孝顺，说定了一家餐厅，让我们出去吃。哎，我这个儿子啊，孝顺是孝顺，就是不知道心疼钱。车子停在一家川菜馆门口。怎么定在这里？这地方怎么了？吃个饭还要给你订大酒店？妈，是2个孩子还小，你少拿孩子说事。就你跟你那没出息的儿子，吃不了一点辣，不想吃你就回去。就你事儿多。做这么大包厢不贵啊？虽是责怪，但眼含笑意。你妈什么时候这么看过你？闭嘴！妈，小欢说你腿伤了，坐大厅人来人往，怕碰到，包厢也不贵的。大嫂走过来，往婆婆手上戴了一串珠子。妈，这是我去寺庙里给您求的，大师开了光，保平安。这礼物廉价，却送到了婆婆心坎上。两人亲热了好一会儿，大嫂忽然叫我的名字，接着提出一个大盒子，2个孩子同时叫起来。哇，是乐高，是正版乐高，我在同学家见过，很贵很贵，要4000多块呢。她紧紧抱住，眼睛发光。妈妈，这是给我的吗？大嫂摇头，看着我说，不是哦，这是给安安弟弟的，妈妈给你买了其他礼物。她又拿出一个盒子，包装很简陋，里面是一辆做工很差的电动遥控车。她问大福，你不是想要玩具车吗？妈妈给你买了，喜欢吗？大福用力打掉玩具车，我不要。大嫂沉着脸教训他，捡起来，别不懂事。你伯母给你买了件3000多的羽绒服，妈妈送给安安一套乐高，有什么不对？我们做人要大大方方的，知道吗？拿着去送给安安弟弟。大福哭着不愿意，大嫂上手打了2下。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婆婆在旁边急得团团转。老大还站着看，
把你媳妇拉开，别把我们大福打坏了。大嫂被拉坐下，大福抱着玩具在地上哭，婆婆冷厉的眼神刮在我身上，真是作了孽，一家人非要搞这么生分。老大老二，你们从小就穿一条裤子，怎么长大就忘了呢？兄弟俩齐心才能把日子过好。你们看现在像什么话？他家给孩子买件衣服，你们就赶紧还回来，这还像兄弟吗？话是正常话，但老太婆不是正常人，这话就是在点拨我。我不想争辩，只想赶紧结束这场可笑的家宴。大嫂附和，妈说的是。婆婆又说，反正大福住在老二家，这玩具就当是给他们两个买的，大福来保管，行不行？周来喜和周薇都答应。大嫂把孩子抱起来擦眼泪，轻声说，好了，你听到奶奶的话了吗？快谢谢奶奶，以后你就跟安安弟弟一起玩，好吗？大福不乐意的撇过头。大嫂附耳说了什么，他顿时眉开眼笑，抱着玩具去找我儿子。安安弟弟，我们以后一起玩。安安没有回应，低着头抠手指。闹剧结束，菜陆陆续续上齐了，红彤彤的8道菜散发着呛人的辣味。安安捏着筷子不动，我倒了2杯水放在他面前。想吃什么妈妈给你加，吃的时候在水里过2遍就不辣了。我夹了一块肉在水里过2遍，放进他盘子里。大哥看见了，问，安安还没学会吃辣椒？不会吃辣椒，在外面吃饭可不行，现在饭店里都放辣椒，也有不放辣椒的店。安安吃辣椒上火。大嫂摆摆手，哎呀，吃着吃着就好了。有句话不是说以毒攻毒，就是没吃惯。他伸手拿走安安的盘子，来，我给孩子夹。他夹了冒尖一盘子放在安安面前，又顺手拿走了那2杯水。安安吃，不吃辣的孩子没出息。大福跟着喊，没出息，没出息。就是我们大福以后肯定很有出息。安安盯着一盘菜，像在下什么决心。我对他说，安安不想吃可以不吃，我吃，我要有出息。他拿起筷子往嘴里塞了一大口，辣的眼泪当场就下来了。可他还在往嘴里塞，全家都在笑我，却心如刀绞。我去夺他的盘子，他护住仰着头说，妈妈，我要吃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都能吃辣。他磕磕绊绊说出这句话，我愣住了。原来儿子也觉得他在周家是个外人，可他明明就是周家的子孙，他们欺负我就算了，还要欺负我的儿子。心痛和愤怒在这一刻达到顶点。我伸出胳膊一扫，桌上的饭菜噼里啪啦落了一地，几人的笑声戛然而止。他们豁然起身，周围脖子上青筋暴起。乔西，你又在发什么疯？我浑身发抖，狠狠瞪着他。我发疯？我要是疯了，也是被你们全家逼的。我端起盘子往他们身上泼。你们欺负我就算了，还欺负我儿子，这么喜欢吃辣椒，你们1人1盘可好？婆婆先遭殃，我冲她喊，老偏心眼，喜欢老二你跟过去过，赖在我们家让我伺候什么？不要脸的玩意。接着是对大嫂，打肿脸充胖子，你也不嫌累。然后是对大哥，既然生下来让孩子当留守，当初就应该管住自己。要不要我送你们些避孕套，省得再生一个养不起，丢家里。最后是周薇，一大碗水煮鱼，连汤带水全泼他身上。我冲他喊，周薇，我要跟你离婚。趁着他们发懵，我拉起孩子就走。安安走了2步，甩开我的手，大喊，我不要跟你走。我松开手，不走就算了。走到门口，我回头看了一眼这家人，都好狼狈，好好笑。哦，忘了这个小的。我对眼神凶狠的大福说，你爸妈根本就不爱你，爱你就不会让你寄人篱下，懂寄人篱下是什么意思吗？他发狠地吼，你骗人，骗子，你爸妈才不爱你。我笑了笑，我爸妈本来就不爱我。啪的一声，我关上了门，身后传来怒吼咒骂声。他们追出来，但身上滴滴啦啦，滴滴油，弄得满走廊都是。被赶来的服务员又请了回去。我没有回头，阔步走出川菜馆，外面是蓝天白云，还有飞鸟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。逃出来又被周薇接回去后，我一直想找机会报复周家人，可那天在川菜馆出了一口恶气之后，冲死了一介长鸡，念头就散了。爱过恨过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活着。一天3顿饭没着落的时候，就不会想情情爱爱了。以前我总想靠父母靠老公，但人心易变，世态凉薄，谁也靠不住。我重新找了一份工作，在一家餐馆后厨刷碗，因为管一顿饭还可以预支工资，1个月3000块，老板给我预支了1500。我花500租了一间地下室，算是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。地下室很小，只有8平米，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1把椅子，就是全部家当，没有窗户，白天也要开灯，潮湿发霉，墙角有蟑螂爬过。可这是我自己的地方，没人能把我关起来。空闲之余，我开始看书。大学学的会计，本来计划毕业就考证，本来却结婚生子了，如今拾起来有些困难。我去来也是腰钱珠，但坚持下来后，好像也不是那么难。我没给父母打过电话，他们倒是给我打过，我妈还转了一笔钱，让我别怪他们。我怎会怪呢？只是不会再回去了。周薇刚开始拖着不办离婚证，过了1个月，她突然打电话催我去办离婚，过程很顺利。她旁边挽着一个女人，肚子微微隆起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女人怀孕了，所以她急着离婚，又火速结婚。据说日子好像并不好过，新人有脾气，挺着大肚子，天天跟老太婆吵架。结果有一天吵得太厉害，她摔了一跤流产了，以后也很难再孕。周薇把错都怪在她妈身上，连人带包袱扔出去，扬言再也不管她。老太婆没地住，去找大儿子，大儿子早就把房子卖了，她彻底无处可去，带孩子去了深圳。所以没良心的人不用报复，他们也会下场凄惨。至于儿子，给他了，
我现在还养不起他，也许他长大后会恨我，不认我，但我的人生更重要，我的人生还长着呢。半年后，我拿到了初级会计证，餐馆老板看我踏实，把我调到前面做出纳，工资涨到3500。又过了半年，我考过了中级会计的2门，一家小公司招会计，我去应聘，居然过了。搬出地下室那天，我把那间8平米的小屋看了很久，墙上的霉斑，门后的蟑螂药，桌子上的一摞书，这里是我重生的地方。我给妈打了个电话，告诉她我找到工作了，租了房子。妈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，说：欣欣，妈对不起你。没事。挂了电话，我站在新租的房子阳台上，看着外面的阳光。12楼，不高不矮，窗户可以打开，风从外面吹进来，带着春天的味道，从18层地狱里爬出来。我用了整整1年，手机响了，陌生号码，我接起来，电话那头传来声音，是安安的声音。我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，她的声音带着哭腔：妈妈，我想你了，爸爸不管我，后妈打我，奶奶不见了，妈妈，你来接我好不好？我闭上眼睛，阳光照在脸上，暖的。我慢慢对她说：安安，妈妈现在还不能接你，妈妈还在考试，还要工作，还没有攒够钱。妈妈，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不是，妈妈在学本事，等妈妈学好了就去接你，你等我好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好，我等妈妈。挂了电话，我站在阳台上，看着远处的天空，云在飘，鸟在飞，活着真好。又过了1年，我拿到了中级会计师证，在一家中型企业做会计主管，工资6000，年底有奖金。租的房子换成了2居室，有窗户，有阳光，有厨房可以做饭。周末的时候，我去看安安。周薇在婚后又离了，那女人走了之后，她把安安送到了婆婆那里，可婆婆早就被她赶出去了。最后是大哥周来喜把安安接去了深圳，我在深圳的一个城中村里找到了他们。大哥租的房子很小，一间房隔成2半，他和新交的女朋友住里面，安安住外面。所谓的外面，就是客厅搭的一张折叠床。安安看见我的时候愣了很久，她瘦了黑了，眼睛里有种不属于7岁孩子的警惕。我蹲下来张开手臂，安安，她站着没动。大哥在旁边说：你妈来看你了，怎么不叫人？安安还是没动。我走过去轻轻抱住她，她的身体僵硬，像一块木头。对不起，妈妈来晚了。过了很久很久，她的手慢慢抬起来，抱住了我的脖子。她小声喊我妈妈。我眼眶发热。那天晚上，我带安安出去吃饭，她吃得很慢，一直低着头。在学校怎么样？还行。功课跟得上吗？还行。大伯对你好不好？她没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她突然抬起头看着我。妈妈，你考完试了吗？我愣了一下。学完本试了吗？可以接我了吗？我看着她的眼睛，那双眼睛里有期待也有害怕。快了，再给妈妈一点时间。她点点头，又低下头吃饭。那天晚上，我坐最后一班高铁回去，车窗外城市的灯火飞速后退。我想起2年前那个被关在18层的自己，想起那个跪在地上磕头求饶的自己，想起那个拿着菜刀疯狂挥舞的自己。如果那时候死了，就没有今天了；如果那时候放弃了，就没有今天了。活着真好。又过了1年，我在公司升了职，做了财务经理，工资涨到8000，年底有年终奖。我买了一套小房子，40平1居室，在城市的边缘，首付是攒了2年的钱，加上公积金贷款。搬进去那天，我把钥匙握在手里，握了很久。这是属于我的，不是周薇的，不是父母的，不是任何人的，只是我的。我给大哥打了电话，说想把安安接过来。大哥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，说行，正好我们也打算回老家了。他没有多说，我也不想问。周末我去深圳接安安，3年不见，他长大了很多，10岁的男孩，个子快到我肩膀了。他背着书包站在大哥楼下，看见我的时候没有跑过来，只是静静地看着。我走过去，走吧，回家。他点点头，跟在我后面。回去的火车上，他一直看着窗外不说话。我问他想吃什么，他摇头。我问他想玩什么，他摇头。我问他在学校开心吗，他转过头看着我。妈妈，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接我？我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。他看着我。我知道你恨爸爸，可我不是爸爸。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一片片绿。我没有恨你，我只是需要时间。什么时间？我看着窗外，活下去的时间。妈妈差点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没说话。我继续说，那时候妈妈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工作，没有钱，没有地方住，妈妈连自己都养不起，怎么养你？可我现在长大了，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。我转过头看着他的侧脸，所以妈妈来接你了。他沉默了很久，然后他慢慢把头靠在我肩膀上。妈妈，我好想你。我抱住他，那一刻，车窗外的阳光正好照进来，暖洋洋的。安安回来的第1年很难，他不爱说话，不爱笑，不爱跟人交流。放学就回家，回家就写作业，写完作业就坐着发呆。我带他去看心理医生，医生说他有轻度的创伤后应激障碍，需要时间，需要耐心，需要爱。我请了假，陪他去公园，陪他去图书馆，陪他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。他不说话，我就陪着他沉默；他不笑，我就给他讲笑话，讲到自己笑得前仰后合，他嘴角动一下，就是最大的鼓励。慢慢地，他开始说话了，说学校的事，说同学的事，说老师的事，说大伯家的日子，说后妈打过他，说奶奶骂过他，说他每天晚上都会做梦，梦见我被爸爸打，梦见我死了，梦见我一个人在黑暗里哭，说他想我，很想很想。我听他说，抱着他，不哭，妈妈在，一直都在。他抱着我，把脸埋在我衣服里。妈妈，你不会再走了吧？不会，妈妈哪儿都不去。1年、2年、3年。
安安慢慢好了起来，她开始笑，开始闹，开始像正常孩子一样调皮捣蛋，成绩中等偏上，朋友不多，但有一个铁的，周末去打篮球，暑假去夏令营，开心吗？还行。还行，在她嘴里就是很好的意思。他14岁那年问我，妈，你怎么不再找一个？我正在做饭，手里的锅铲顿了一下。我问他找什么，他告诉我找个人陪你。我笑了，我有你啊。可我不能陪你一辈子，我以后要上大学，要工作，要结婚，要有自己的生活。我关了火，转过身看着他，14岁的少年已经比我高了，脸上还带着稚气，眼神却像个大人。安安，妈妈这辈子就想好好活着，把你养大，别的不想了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妈，你才30多岁。我笑了。是啊，30多岁还年轻着呢。可我没说，30多岁的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死过的人更知道怎么活。安安高3那年，我升了财务总监，工资15000，年底分红，够付安安1年的大学学费。那天晚上，我带她去吃大餐，她点了水煮鱼、麻辣香锅、毛血旺，全是辣的。我看着她吃，你不是不能吃辣吗？她抬头看我一眼，那是小时候，后来在深圳天天吃辣，早就练出来了。我愣住，她埋头吃了一会儿，忽然说：“妈，其实那天在川菜馆，我说要吃辣，不是想让他们高兴。”我告诉她，我知道。你知道？我知道你是想让我不那么为难。你从小就懂事，懂得太早了。她看着我，眼睛里有水光。妈，我那时候不懂事，我不应该不跟你走。没事，都过去了。他的声音有点哽咽，可我每次想起来，都觉得自己对不起你。你一个人在那么难的时候，我却没有站在你这边。我放下筷子看着他。安安，妈妈那时候确实很难，可那不是你的错，你只是个6岁的孩子，你想留在家里，想跟爸爸在一起，很正常。可我让你一个人走了，那又怎么样？妈妈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他低下头不说话，我认真的看着他。安安，妈妈这一辈子最不后悔的就是生了你，最庆幸的是你最后回到我身边，别的都不重要，懂吗？他点点头，眼泪掉进碗里。我笑了，行了，快吃吧，都多大了还哭？他也笑了，抹了把脸，继续埋头吃。那天晚上回家，他忽然说：“妈，谢谢你。”谢什么？谢谢你没放弃，谢谢你来接我。我看着他，心里酸酸长长的。傻孩子，你是我儿子，我不接你接谁？安安考上大学那年，我回了趟老家，我妈老了，头发全白了，我爸腿脚不好，走路要拄拐杖，哥嫂搬去了市里，很少回来。妈见到我眼泪就下来了，她拉着我的手：“欣欣，妈对不起你。”我扶她坐下，她哭着说：“那年的事，妈一直后悔，妈不应该把你送回去，不应该。”我打断她：“妈，我不怪你。”她抬起头看着我，我认真的说：“真的，我不怪你。那时候你也难，哥哥要买房，嫂子闹得厉害，你没办法。”她哭了，我坐在旁边握着她的手没有哭，不是不伤心，是伤心过了。安安在门口探了个头，我叫她进来，叫外婆。安安叫了声外婆，妈拉着她的手上上下下打量，眼泪流得更凶了。好孩子，长这么高了。那天晚上我睡在老家的房间里，床还是那张床，柜子还是那个柜子，墙上还贴着我当年的奖状，可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。第二天走的时候，妈送到门口欲言又止。妈，我走了，有空再回来看你。她点点头，忽然说：“欣欣，他进去了。”谁？周薇，赌博欠了一屁股债，还不上，被人告了，判了3年。我站在门口看着远处的山，3年，我被关了7天，就差点死掉。他被关了3年，应该不会死吧？我淡淡的应了一声。哦，妈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我转身对她说：“妈，我走了。”然后上车，车开出很远，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她还站在门口，一直看着。安安在后座问：“妈，你难过吗？”“不难过。”“那你还回来吗？”“不知道。”“妈，你心真硬。”我笑了。“是啊，妈妈心硬，不硬活不到今天。”她沉默了一会儿，点了点头。安安大2那年谈了个女朋友，放暑假带回来给我看。小姑娘文文静静的，说话轻声细语，看见我就脸红。我做了顿饭，他们吃完就躲进安安房间，半天不出来。晚上我问她喜欢，她点头。喜欢。对你好吗？好。那就好好处。她看着我忽然笑了。妈，你怎么不问别的？问什么？问他家是哪的，爸妈干什么的，有没有钱？我白了她一眼。我管那些干什么？又不是我娶她。她愣住，然后笑得更厉害了。妈，你真的变了。变什么？以前你什么都管，现在什么都不管了。我想了想，好像真是这样。以前的我总是小心翼翼，生怕得罪这个惹恼那个。婆婆一句话我就要思前想后，老公一个眼神我就要自我反省。现在的我什么都不怕了，不怕得罪人，不怕说错话，不怕被人讨厌，因为我知道最坏的结果不过是一个人，一个人也挺好的。安安开学走了之后，我报了个瑜伽班，周末去上课，认识了一群朋友，有比我大的，有比我小的，有离异的，有单身的，有结婚的。下课了，一起喝咖啡、逛街、聊天。有一天，一个姐姐问我：“你真的不想再找一个？”“不想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我这样挺好。”“可你才40出头，还年轻着呢。”我笑了笑，40出头还年轻着呢。是啊，40出头还有大把好时光，可我不想再把自己交到别人手里了，这双手要握着自己的命。安安毕业那年我辞职了，不是不干了，是自己开了家小会计事务所，攒了这么多年的钱，积累了这么多年的经验，是时候为自己干了。开业那天，安安来了，她带着那个女朋友，现在已经是未婚妻了。小姑娘毕业后做了老师，跟安安一起回来的。安
安安帮我搬东西，布置办公室，跑前跑后，满头大汗。我坐在椅子上看着他忙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6岁的小男孩站在川菜馆门口，说我不要跟你走。那时候我以为我失去他了，后来才知道，只要活着就没有真正的失去。妈，这个放哪儿？我站起来走过去，放这儿。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我们身上。安安忽然说：“妈，我为你骄傲。”我愣了一下，他认真的说：“真的，你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。”我看着他眼眶发热，我拍拍他，行了，干活去。他笑着跑开了。我站在窗边，看着外面的街道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，活着真好。40岁生日那天，我收到一份快递，寄件人不认识，地址是一个我从没去过的地方。打开一看，是一封信，信纸发黄，字迹歪歪扭扭。欣欣，我是妈，不知道你还能不能收到这封信？妈快不行了，有些话想跟你说。那年的事，妈一直后悔，妈不应该逼你买羽绒服，不应该把大福送到你家，不应该在你最难的时候把你送回去。可妈那时候也是没办法，你哥要买房，你嫂子闹得凶，妈夹在中间，怎么都不对。妈想着你要是回去了就都好了，妈没想到周薇会那样对你。后来他进去了，你哥去了深圳，妈一个人在家，有时候想给你打电话又不敢打，怕你不接，怕你恨我，怕你问我为什么要那样对你。妈对不起你，妈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。你要是能看到这封信，能不能原谅妈？妈不求你回来，只求你过得好。妈走了，妈爱你。信纸上有水渍的痕迹，不知道是他的眼泪还是我的。我把信折好，放回信封。安安在旁边问：“妈，谁的信？”外婆的。他沉默了一会儿。外婆说什么？说她想我。那你要回去吗？我看着窗外城市的天空高楼和飞过的鸟。不回去了，但我会给她打个电话。安安点点头。那天晚上我打了那个电话，电话响了很久才有人接，一个苍老的声音传过来，我几乎认不出来。喂，妈，是我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很久，然后我听见压抑的哭声。欣欣，妈，生日快乐。那天晚上我们说了很久，说这些年的事，说安安，说工作，说生活。挂电话的时候，欣欣，你真的原谅妈了？妈，我不怪你，我只是不会再回去了。他沉默了一会儿。好，你好好的。你也是。挂了电话，我站在阳台上，看着城市的夜景，万家灯火，星星点点，有一个灯火是属于自己的。安安结婚那天，我穿了一身红色的旗袍，婚礼很简单，2家人吃顿饭，没有大操大办。亲家母拉着我的手，你一个人把儿子带大，真不容易。我笑了笑，还行。安安走过来说：“妈，敬你一杯。”我端起酒杯看着他，26岁的小伙子，西装革履，精神得很。他看着我说：“妈，谢谢你。”为什么？他眼眶有点红。谢谢你没放弃，谢谢你活下来，谢谢你回来接我，谢谢你把我养大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想起很多年前那个6岁的小男孩，哭着问我：“我不是你们的亲儿子吗？”我告诉他：“傻孩子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不养你养谁？”他笑了，一仰头把酒干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坐在沙发上翻着相册，安安从小到大的照片，一张一张，满月、百天、周岁、3岁、5岁，照片到6岁就断了，再往后就是10岁以后的那4年，我们没有一张合影。我翻着照片，想起很多事，想起那个被关在18层的自己，想起那个跪地求饶的自己，想起那个拿着菜刀疯狂挥舞的自己。如果那时候死了，就没有今天了；如果那时候放弃了，就没有今天了。手机响了，是安安发来的消息：“妈，到家了吗？”到了。早点休息，明天我和小静回去看你。好。放下手机，我站起来，走到阳台上，夜风吹过来，带着初夏的暖意，万家灯火，星星点点。我站了很久很久，然后转身关灯睡觉。明天又是新的一天。50岁那年，我把事务所交给了安安，他和他媳妇一起打理。我在家带孙子，小家伙刚会走路，摇摇晃晃的，像个小企鹅。每次看见我就笑，露出几颗小米牙。安安，妈，你辛苦了这么多年，也该享享福了。我抱着孙子逗他玩，享福谈不上，开心是真的。周末，安安一家3口陪我去爬山，爬到半山腰，我停下来歇口气，站在观景台上看着远处的城市，高楼林立，车水马龙。安安，妈，看什么呢？看以前。以前？我指着远处，那边以前是一片荒地，那边以前是城中村，那边以前什么都没有。他顺着我指的方向看，点点头。妈，你还记得以前的事吗？记得。恨吗？我想了想，恨过，恨婆婆的无理取闹，恨丈夫的冷漠无情，恨父母的自私算计。可现在想想，恨有什么用呢？恨不能让我活下来，恨不能让我站起来，恨不能让我走到今天。能让我走到今天的是那口不服输的气。我告诉他不恨了。安安看着我笑了，他说：“妈，你真的变了。”我问他变了不好吗？他搂着我的肩膀，好，特别好。孙子跑过来抱着我的腿喊奶奶，我蹲下来抱起他，小家伙软软的，暖暖的，身上有奶香味。远处夕阳西下，天边一片红，我抱着孙子看着那片红，心里很平静。那些年的苦，那些年的难，那些年的挣扎都过去了，我活下来了，活得很好。安安在旁边说：“妈，回家吧。”好。我们转身往山下走，身后夕阳慢慢沉下去，前面万家灯火亮起来。